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现在是2025年的8月22号，星期五啊，周末的晚上。那么前天呢，就8月20号吧，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说我们要离开西班牙啊，打算就是在寻找接下来去哪里啊。那么这个视频发了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啊就给我们发了一些邮件，那么有一些是在西班牙的，有一些是在加拿大的啊，还有就是可能想来西班牙的吧，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那么他们问我啊，就是说想跟我聊一聊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其实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具体的一个情况的，就不适合我，并不代表就不适合你们，对吧？那么在西班牙的一些朋友呢，我也发现了，那大多数呢，就是其实就是他自己啊，心里面也在摇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吧？我觉得我的学习水平啊，也只有初中生的水平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比较，就是我比较相信书本啊，或者说我相信，我看到的一些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李嘉诚啊，比如说巴菲特啊，他说了一些什么名言金句啊，那我觉得啊，他说的挺有道理的，那我就会去跟着他的这个思路去学习，对吧？比如说巴菲特他说，现在有风险了啊，那我觉得我就会考虑考虑啊。我看到一个视频，就巴菲特在一年就是这个市场下跌了啊，那么他就本来他是吃一个3美元的一个麦香猪柳蛋汉堡吧，就是，然后呢他就选了一个便宜大概几毛美元的一个汉堡啊。317 is a bacon, egg, and cheese biscuit, but the market's down this morning, so I think I'll pass up the 317 and go with the 295.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家伙在装是吧？在那个他这么有钱啊，用得着省几毛钱吗？但是在我看来，就这个逻辑很合理啊，对吧？就是市场是在下跌嘛，那在这个时候就是要严谨一点嘛，啊，那我就会很认同，就我不会说，我明明觉得一个事情很有道理，或者我看了，然后我站在我自己的观点上啊，就是说觉得我自己是对的啊，所以我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移民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就我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才30多岁，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还比较任性吧，啊，所以就觉得我不会特别去在意，就是这个钱一步一步要怎么安排什么的啊。那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所以就是我的脑子也重了一些，对吧？脑袋也重了一些啊，体重也重了一些，所以我会就是想考虑的更严谨一点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移民西班牙这件事情，或者说移民到哪里去，就像一个，比如说你想买股票，或者说你要投资哪个公司，比如说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什么日本，对吧？韩国、新加坡，比如说这些公司啊，或者法国什么的，就你看，你觉得它的行政效率它的市容建设它的什么医疗它的税收对吧？各个方面你觉得未来10年你看好这家公司吗？你愿意去就是投资它吗？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我相信就是你会心里面会有一个答案我觉得别人说的就肯定是没有你自己的这种答案来的那么好，因为有的东西可能你就喜欢，对吧？就像我前面说了那个
巴菲特的这个说的，他说有道理的东西，我就会很认同。哎，但是那个特斯拉的老板啊，马斯克啊，他说我觉得这个巴菲特很无聊啊，我不佩服他。他说他的工作很无聊，每天就是看报表啊，什么计划、计算公司啊。And to be totally frank, I'm not his biggest fan. He reads a lot of sort of annual reports of companies and all the accounting, and it's pretty boring, really. And he's trying to figure out, is Coke or Pepsi deserve more capital? I mean, it's kind of a boring job, if you ask me. I think it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对吧？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个人是有个人的观点和就是看法的啊。那么我今天呢，还是和大家分享一篇西班牙的这个媒体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很巧，是在8月21日啊，就是我的视频发布了以后的第2天，我在那个西班牙的阿尔巴伊斯，就是国家报上看到的啊。那么他说的问题呢，其实一定程度的，也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啊。当然，他作为西班牙人，作为资深的媒体人，对吧？可能他有他的数据支持啊，或者什么，而我仅仅是凭过去的一些东西，就进行一些分析啊，或者说一些感觉啊。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也会聊一聊我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呢，它的标题呢叫做《西班牙涌现反税青年》啊，税就是税收的税。他说，与他们的老的一代不同，现在的这一代人感觉他们付出的钱越来越多，得到的服务呢却越来越差了啊。想象一下，你现在20岁啊，你在电视上看到邻居冒着生命危险去灭火，这个是那个现在的一个梗啊，因为西班牙现在发生了那个森林大火啊，就最近就现在，然后呢，怎么灭啊也灭不掉啊，就在灭火。你正在用奥斯卡普文特的青年折扣旅行。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每年西班牙呢，它会对年轻人有一些这个福利啊，这种福利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那个旅游打折啊，以前有什么30岁以前的年轻人可以申请，就是1年只要你做满多少次啊，它每个省不一样，但有的就是1年你做满多少次，你就可以把这个票给退给你啊，也有的就是给你一定的折扣啊。火车却晚点了几个小时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票是优惠了一些，对吧？但是火车是不准时的啊，就是你虽然得到了一些优惠，但是这个火车一晚点就给你晚点几小时啊，就这个他是说这个晚点肯定不是一个例外，对吧？比如说我们去坐这个高铁、坐火车，有时候会晚点，有时候不会晚点。但他这个肯定就是经常性的晚点，所以他才会这么讲啊，就是说这个晚点。你想带父亲去看医生，但预约时间安排在几个月后，啊，这个就是医疗的问题嘛。现在西班牙1/3的年轻人认为，如果不纳税，他们的生活会更好啊。这些数据呢，来自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啊，在18到24岁之间。近68%的年轻人认为公共财政对社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啊。然而，同一年龄段的年轻人中，有31.6%的人认为，如果不纳税，我们都会过得更好。他们并非想少纳税，而是不想让国家从他们手中拿走1分钱。就是不是说多付少付的问题，是1毛也不想付，对吧？因此呢，西班牙正在涌现出一批年轻的反纳税的这个工人，他们不相信我们福利模式的根本原则啊。然而呢，在25到39岁的年龄段受访者中30.6%的人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感觉。
这些人呢已经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啊，并且已经成年了一段时间，25岁到39岁，最起码也干了10年吧，对吧？啊，因为有最少就10年啊，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到27、8岁去工作啊，那肯定有10年了。而且啊，就是在紧缩危机之后成长来的几代人呢，社会契约正在瓦解，税收问题呢也是如此。说实话啊，现在的舆论氛围是一切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贫困。在西班牙呢，先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停电啊，这个我之前也发过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又有一场夺走数百人生命的灾难啊，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个洪水灾难啊。接着是铁路混乱啊，铁路混乱我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又发生了火灾，还有所谓的腐败案件，这些都让情况雪上加霜。另外一些人他们会说啊，他们应该继续增加税收才会改善现在的情况。事实证明，西班牙在2024年打破了税收记录啊，就是说2024年的税比之前所有的收的都要多啊。这主要呢是由于就业人口增加，以及个人所得税率未能根据通货膨胀啊进行调整的原因。自2018年以来，政府已经多增收了1400亿欧元，但似乎呢，这个并不值得炫耀啊，因为为什么呢？理论上啊，就是说你税收在增长，其实是件好事情，对吧？因为你肯定经济更活跃了，大家赚的更多了，你的税收才会就是收的更多嘛。但是他说这个并不值得炫耀啊，就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事实上，可能大家收入没有增高多少，对吧？是税就是国家收掉的更多了啊。民众的愤慨日益加剧啊，因为他们感受到自己支付的费用越来越高，而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差的服务啊。但是呢，人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的认知呢，却是并不相同的啊。根据西班牙养老金联合会的数据，目前只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获得的养老金超过了他们向国家交纳的养老金啊，其余人群的养老金收入为负，也就是说你已经现在65岁以上的人，那么他们获得的这个养老的这个钱呢，是超过之前他们交的啊，因为其实通货膨胀是这个可能20年10几年就涨物价特别厉害，对吧？之前可能交的就很少，现在呢就是拿的要多了，对吧？那么除了那些人啊，就现在你比如说是60岁的，或者说50岁的，可能50多岁的都是负的，对吧？而预期寿命的延长啊，也意味着老年人身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然而呢，西班牙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决策，在预算管理中延续啊。西班牙养老金联合会的经济学家兼执行董事安赫尔·德拉夫恩特警告说啊，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严重偏向老年人，养老金体系的缴费缺口每年都需要大量且持续增长的一般税收投入，这可能会让我们没有空间考虑其他优先事项，包括教育、积极的就业政策、家庭支持、儿童保育以及住房、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公共投资，而这些领域呢是更有利于年轻人的啊。那么其实这个意思就很简单，就是每年养老金其实已经有缺口啊，需要大量的就是要持续的去有更多的人来缴，并且收更多的钱啊，并且还要把这些钱从别的领域减少啊，就给老年人。那这样呢，就是说
才够啊。但是呢，一旦就是这样做呢，这个其他这些领域，对吧，就变得不好了。那么昨天我也说了，不是昨天，就上个视频我也说了一些，我说这里的增值税很高，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那我是不是就孩子他的发展啊，等于钱少了，对吧？就这个账其实很容易算的啊，就比如说我每年多交20万的税，那么如果10年就等于加一起就是200万，那么这200万可能10年你可以给孩子提供别的一些价值，对吧？你比如说买一套房子啊，或者说你给他这个投资一些别的东西啊，或者说你给他投资在教育上面，对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说的是个人方面，那么他这个呢说的是就是公共的就如果那我个人指望不上，比如说我个人我觉得我交多了，对吧？我每年多交了点税，如果比起我如果要未来去别的地方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从公共方面的我获得一些呢？就是等于这个对我孩子也好，或者对其他的也好，有没有什么帮助呢？那他现在看来就没有，对吧？因为他已经说了就这个钱都要拿去支付养老，要从别的缺口上，什么教育啊，什么，反正就年轻人各方面，对吧？那么并非巧合的是他说我们的退休人员是税收支持率最高的年龄段只有9.7%的人会拒绝这是肯定的嘛？这个就是退休的人他拿钱呢，他要干嘛拒绝，对吧？9.7%的人，那些人可能就是社会公德心，或者说为年轻人想的更多吧，就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吧？就是91%的人可能就觉得我拿钱有什么不好，就年轻人是他们的问题，或者说就甩到这个国家的问题上面，对吧？而且呢，就是你之前这个就是这种法案也制定了那么久了就你现在要变化要改革，就是更多的人的蛋糕，对吧？就很难。其实别的国家也一样你比如像中国，现在也是强制要交那个，反正社保还是养老金，对吧？也是有这种问题。当然了，就是这种养老金的制度吧，是欧美国家他们就是发明的，对吧？就是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到底能不能实现？说实在的就站在我个人的观点上，我是不相信天下免费的午餐这个东西的就现在，就我更相信的是我自己就我觉得只有通过自己你去积累一定的财富，那么你对未来，不管是对你孩子还是对未来，是最有保障的他们也是唯一一个在20年后仍然保持财富水平的年龄段那么这个就很可怕了，对吧？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经济的情况发展就现有的模式，那么在20年后还能够像现在这样的富裕的保持现在的这个财富的，就是这批人就是这些现在已经拿了养老金的人，而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就没有未来想想埃斯克利瓦部长的改革吧，这项改革让目前非常贫困的劳动力承担了更高的缴费负担，以维持现有的养老金水平。那么这个改革肯定是就是让现在就正在工作的人，或者说正在做生意的人，对吧？就缴了更多的钱。之前我也看过一篇文章，说他们就是意思说要源源不断的增加有多少移民，然后呢让这些移民产生的这个社保就缴费然后再能持续的填补这个亏空。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些移民他要缴税，
啊，一方面就是比如说这个移民他本身创造来的财富，他不是通过西班牙的，对吧？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在别的地方的投资，他来你这边缴税啊。那这种移民呢，说句实在的，我觉得现在这种移民就可能不会那么多了啊，因为全球都在抢这样的移民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这边劳动，在这边赚钱的啊，他来缴这个税。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还是这个西班牙本身它的工作机会，对吧？你工作机会你要有，人家才能缴更多的税。如果工作机会也只有这么少，那这些移民来了，他也很难就是缴税啊。那么工作机会就要看你这里的产业，你的产业能不能啊？有些产业能不能就是说去外面赚钱，比如说你说德国，他说我奔驰宝马我可以卖掉。那么我就有工作机会，我就可以赚钱，赚钱了我就有社保，对吧？那西班牙就现有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工作岗位还是啊，或者它现在这个产业不具备非常有竞争性的，对吧？就是它没办法向外输出去赚很多钱啊。那这些移民来了，能否就是他交的社保啊？总不能就是说移民，就像有些人。啊，有一个那个网友经常在我的频道里面留言啊，他也是西班牙的，我估计一个老移民了啊，做生意的。他说现在很多人就是非盈利移民来了以后，然后去那个转成工作居留，然后呢就去自己交保险，等于这工作是没有的，他自己就交1年啊2年啊，就为了这个长期居留吧，他就续下去。归根结底呢，问题不在于幻想成为逃往安道尔的飘飘欲仙者啊，因为很少有人能实现这个梦想啊。然后呢，最后呢，他又讲了一段啊，就是说，他说，有些人啊，他们什么跑到安道尔去了啊，我没有仔细的再去分析了啊，但可能我感觉吧，意思也就是说人家移民了或怎么了，或者跑了，对吧？或者说他去了一个税收更低的地方，就这个意思吧。但是呢，他说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法去就是跑的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未来啊，其实人生就是30岁到50岁之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现在已经等于去掉了一半了啊，我还只有10年啊。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10年里面啊，一定要精打细算啊，要好好的去储备啊，要提升，对吧？就不能再浑浑噩噩的啊，就这样。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税收啊什么东西的，它是一把钝刀啊，就温水煮青蛙，就可能你短暂的时间里面你感受不到啊，但是你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我今年多交了一点钱，像我们今年我们就没有去度假了啊。每年的这个夏天，其实我们都会去别的地方度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就看到了新闻啊，就是说西班牙啊，就有很多人他们今年都没有度假啊，就待在自己的地方。哎，我发现就我身边的人，就我原来去年他们也去度假的，他们今年也没有去度假。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寒意啊，我就要加倍的去小心啊。那我觉得其实未来呢，就是教育啊这个东西，随着人工智能的变化啊，就不像过去，过去可能说我一定要在欧盟国家我才能学到很地道的语言啊，或者说才能学到很多东西，对吧？但现在我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就其实很多人他自己跟人工智能，他就可以学习非常地道的语言。然后现在这种网络的优势，就你想学任何的东西啊，你都可以通过网络啊，或者说各种人工智能的这种载体。就未来我觉得说，学习这个东西啊，就本身知识的储备这件事情已经，或者说从0到1的这个过程，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难了啊。好吧，那么今天呢就先聊这么多啊，我们下次再聊，谢谢。